2、3点收工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不接了，就不接了。早上7、8点才传简讯说我在家，我睡着了，我完全受不了，就直接救他去行天宫。我说如果你真的，因为我爱他啦，我就说那你敢不敢去行天宫跪下来发誓？我说那你敢不敢发重誓？如果你真的有骗我，你会被车撞死。之类的，他有发吗？而且那个年代还有香，所以它是举香的。但是我那时候选择行天宫，是因为行天宫很灵，那个年代有香的时候。OK， 我觉得我们俩不能再聊下去，因为越聊越觉得你有病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词汇呢，叫做感情洁癖。在感情里面呢，有些人就是会很 care。对方呢，是不是跟其他异性有过多的接触，或是有一些妹妹嘎嘎，我们都搞不懂的，但他们就觉得说，哦，你不要哦。有些我们觉得说根本没差，对，可是却会触怒对方。你有没有曾经做一件什么事情，然后对方是有感情洁癖，觉得说，哎，你不要再这样了？我们都结婚20年了耶，还什么感情洁癖啊？没有任何洁癖，他要干嘛都可以。哎，跟别人共吃一个口香糖。很好玩呢，而且一定要逼他们是这样慢慢，然后接到我，慢慢咀嚼。对，我就会说，综艺梗哦，因为我老公很无聊啊。哦。但是同样的，我也要享有一样的 free。你先开出一个标准。OK， 但我们超级没有感情洁癖，随便他。是，今天我们就分为2派，一派就是有感情洁癖，另外一派呢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随便他我都 OK， 好吗？欢迎2组来宾，欢迎奇雯姐，医生 Rita 还有 Peggy。如果不讲的话，你猜得出来哪一边是感情洁癖，哪一边是随便的吗？哎，因为我其实还不知道，但我看的话，立冬应该这边是没有洁癖的。你是就我这个人吗？卫生习惯不好是不是？他应该是你的女朋友跟人家互相舔脚趾，你也 OK？不可能啦！没有，我觉得立冬应该是感情洁癖吧。因为以你这种程度，然后交到一个女友，你应该很珍惜。他如果跟别人怎么样，你应该别这么说哦。你看得出我的专一。是吧？是这样。就是你会不允许，你会珍惜他，你会不允许他跟别的男生有一点点小触碰，或是做什么事情。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有，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我不可能，我要很大方，因为我是先求有再求好。我要是对他，我管他那么多，他马上就离开我了。早在那边把自己做低，那我就没了。所以为什么必须要大方？为什么每一个人提到张立东都说，你不要看他长这样哦，他女朋友一堆，长怎样？起手势一定是这样吗？你不要看他长这样哦。每个人都这样讲啊，说你旁边女生爱你的一堆。不是，就是跟女生跟女生比较好聊天，然后呢，他们会跟我讲心事，就是女生朋友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可能因为我都一直觉得你长得很攻击性。哪里？攻击性？我不会打他们。不是，就是有一种有侵略性，因为像如果比如他跟派翠克比较没有侵略性。他意图派翠克太像意图很高啊。派翠克太像小狗。比如说美丽，如果你想要讲心事，找一个异性讲，你会找张立东还是派翠克？我绝对不会找他，我应该会找派翠克。可是感觉立东哥可以给很好的建议耶。可是他常常喝醉。哎呦 ，Peggy， 你今天头发吹这么高干嘛？而且那2根，你干嘛生气啊？那2根蟑螂须是。我没选你就生气了。Rita， 15年前的主播啊。啊，你心也这攻击性太强吧？很小。那2根是天线吗？是要接收吗？开玩笑，你才是假版的沈晓东吧？假小东，你这什么头啊？如果 Rita 对谈心事，他们俩你要谁？派哥吧。原因是因为感觉立东哥不是感觉立东哥就情场高手，然后感觉听他的建议可能会有点太油。太油。而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容易生气？我脾气超好，我 EQ 很好啊。可是你有一次上我们节目，然后最后玩到要脱衣服那个，我就一直感觉到你有怒气在那个往上升。不是啦，因为那一集是在聊那个意。你干嘛跟夏雨欣知识？我跟大家科普一下。他不在意。我还在看别人。你在聊冷知识，我就开始冷知识玩到最后戴泳帽是什么？那个很奇怪吧，在室内然后全湿。我有看那一集，我有看。你们看，可是那个有什么？要是你们会生气吗？
可是他那集，你真的是他脸已经掩饰不住他的怒气，不是，我不是怒气，是因为全身上下都是新的，那好不容易买到衣服啊，反正你就整个臭脸臭到我都想说还要玩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原来张立东是一个不能玩的人。我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你不要误会，你不要这样误会我，我很爱你的啦。我今天才把我内心话跟你分享。你憋很久了吗？因为从那一集之后，我就一直想说，啊，有张立东哦，我觉得我不太敢开他玩笑哎。好，那泳帽再拿来，水再拿来，我们现在真的有哦，真的有，等一下玩没关系，真的。所以是我误会你吗？误会。但是你那天是不是真的生气？我没有生气，你有不爽对不对？我只是觉得我的新衣服、回家也会新鞋子好像有点啊。你回家骂脏话了吗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有没有说小 S 真的很机车？没有，我只是说，我有跟派翠哥说，哦，那怎么会玩成这样？那就是不爽。你真的。我说怎么会玩成这样？哎呦，我给他笑脸啊。他有给你简讯哦。我都不好意思跟我讲快点，因为我那天我就觉得说张立东让我很害怕。我要听实话，因为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怕他。I know，我们两个很少见面，但刚好那天两个人刚好有机会见到面，他就才告诉我，不然他平常是不会传任何讯息给我，他就有说。你们节目都是这样玩吗？我就说，其实你看，我那天其实我还没有录完，可是我也是泳帽也是戴，我也是全身是。我觉得节目录就会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会长不知道会长怎么样子，就是当下大家的情绪。然后他又说，哦，了解了，我也很喜欢 S 姐啊，她一直很欣赏你这样。不可能，他没有写这句。他有讲，有，他又说我知道这都是好笑。可是我衣服是新的，他就一直在意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说，哎呦，没差啦，其实你不要这么在意。我觉得那天播完，你会让大家觉得说，立东很玩得起哦。没有，他那天脸超臭。对，可是观众看就是他至少也玩了。对啊。所以我就觉得说 ，OK， 立东下面都留我们两个很可爱。对。所以我觉得那天怎么可能？真的啦。我一直想说，完蛋了，好可怕这个人。没有啦，真的啦。所以我那天其实好好的跟立东讲完说，其实你有去规劝他说不要生气。对，他有。对，我就说这件事情不要走心，因为我觉得他走心了。你看吧，我就知道。不是。久酣耳热之下的游戏啊，久酣抓 bug 啊。对呀，久酣耳热之下，我就说他讲实话了。他就我觉得他愿意讲出来，代表说他已经不在意了。我觉得 OK。还是讲新一的事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后来就想了解啦，因为反正我知道录节目就是长这样，只是不知道在棚内会玩，那可能外景可以这样玩。他有没有说出有一点玩得太夸张了？没有，他就说这太扯了。你在讲什么？没有啦，其实没有。立东那一天讲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拍，我知道就，OK 了。”然后半年没有来我们节目。没有啦，你有封杀我们节目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封杀我们节目？我没有，不会这样子，真的啦。所以我很爱你啦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你是脾气大的人。我没有，我脾气真的很好，我脾气真的很好。对啊，等一下再补完啦，可以。我们这集都还没聊到8个话题哎。没有，因为我要先确定一下你的人品是怎么样。是我人品 OK， 是可以开玩笑的，可以尽量开。所以你是一个洁癖还是感情大方的人？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女人也很好，那如果这样就变双标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只有你在好，对啊。所以你也要玩就对了。那个不是玩，那个就是比如说你们本来就是可能很好的朋友，异性朋友，可是我们没有做出男女朋友之间的举动就好了。比如说那个异性的朋友头靠在你肩膀上，你女友会生气吗？3秒以内还好。3秒以内怎么靠？所以就说，如果他要靠长期，他就是长期的就不行了，一直算好嘛。对啊，长期的那就是就是100就偶尔一下，我说或是偶尔，比如说这种。所以是不是很多女生会靠在你肩膀上？也还好，因为他们会靠在比较帅的，他不会，他们选的，或者偶尔这种小拍打，这种讨厌的白痴哦这种。女生会这样拍打你，是不是？这种飘飘还好，飘就不行。那如果那种小动作，那种都还好。我想想看，我要想想，比如说，对，激动，对，就是还好，白痴哦。那这样就是阿伯师傅。我刚才转这边。哦，你讨厌，真的很讨厌。哦，这样就不行，就5下以上就比较不行。5下就不行？有鬼，5下有鬼。讨厌啊！对啊。讨厌。超痛的啦。
瞪着骨头啊啦，好痛哦，好 local， 好痛哦！你最后一下是太大力了吧？我是认真的。你手也有很痛吗？对，蛮痛的，可能会有痛哦。对啊，比如说我有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呢，她出去外面聚会，然后呢，到半夜的时候呢，我的一个朋友也在这个聚会里面，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你完蛋了，你戴绿帽了。然后我说什么样？他就说他看到我的女朋友跟一个男生，然后呢，因为他们去酒吧，然后呢喝一喝，那个男生就帮他喝，他们共喝同一杯调酒，或者是他帮他挡下这样子，他就说你这样子，你这样挡下不行吗？这还好啦，但因为很 gentleman 呢，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口水共用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我那个朋友就觉得说他们两个有鬼。然后我就说这个是谁？然后所以男生帮女生挡酒是有一点喜欢那个女生吗？不一定，有可能是要保护这个人而已，就不要让他太醉，因为会出糗嘛。哦。那有一些女生就是会觉得说哦口水有传染或怎么样的，你们有间接接吻概念，口水病的话，就觉得你们就不行。那我个人是 OK 的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关系是好的。他算是感情大方的。可是关于这种口水病。这边感情洁癖的人有口水病吗？阴生是不是有？有。阴生超级耶。很严重。多严重？因为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就我小时候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。小时候妈妈就说口水就是病毒，哦，比马桶还脏什么之类的，那传染病都是从口水来的，千万不要吃别人千万母汤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从小到大就有这个千万母汤的这个概念，所以小时候如果大家喝是什么珍珠奶茶，我为了显示我不小气，我不是说不跟你共喝，是我没办法喝你口水，我觉得朋友就会说，哎，你可以给我喝一口吗？我就吸一个很大一口，说那其他都给你这样子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如果另一半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就会希望他不要吃别人口水。哎，她男友是不是刘书宏啊？前男友是谁？是蛮大声的。有收音吗？听得见吗？你们刚有听到？哦，我以为很小声啊。我以为蛮大声，我还遮住。所以刘书宏有跟别人互换口水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讲他。对。啊？所以刘书宏怎么？我这就没听到，蛮小声的。所以刘书宏有曾经做出什么让你生气的事吗？你又要讲刘书宏？哎，你有没有其他男朋友？对啦。对。刷什么？但是怎么样？你的故事应该来自于他吧？哦，没有，我在讲的是其他男朋友也是。进入恋爱之后，你是控制狂吗？对，我会先告诉他说我有口水病，你不吃人家口水你会介意吗？啊，如果他说哦好啊，可以避啊，就是才会交往这样。所以只有口水这件事吗？我其实没有很控管，就是口水病，我觉得比较。所以有人是更可怕的吗？我每次就是交往前，我都会先跟男生打预防针，说我很爱吃醋哦。然后台湾男生都会一致说，哦没问题啊，台湾女生就是我有遇过几个爱吃醋的。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我是真的很爱吃醋哦。我就想说他误上贼船了。就是我如果男友刚在一起的话，我会吃醋到 A 片也不能看，然后 A 片不能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干嘛啦 ，Rita？ 什么意思？你不要，A 片不辛苦哎，为什么不能看？好累哦。在一起一阵子就觉得可以看了，就你们可以一起看啊。一起看可以，可是不能自己看。不能自己看，就是有一种被你会觉得说，你明明有女友，干嘛还要看别人？对啊，我不够吗？就是这种感觉。那现任男友的，比如说他的前任的周边，如果被你发现了，我的天啊，就是好有一次是我们在一起一阵子，然后我去他家过夜，然后我就带了我的衣服去他家，然后他去上班的时候呢，我就整理一下衣服嘛，结果我就是衣柜的抽屉我不该开的，但是开了，你们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假发、蟑螂。我看到变装皇后内衣，没有，他知道我很爱吃醋，对不对？居然被我看到他跟前女友亲嘴的拍立得，啊，这可以接受吗？你们可以接受？可以啊，因为是前女友，是他前女友，你也有跟前男友亲嘴啊？可是我都丢了啊，或是藏起来啊，就是不也有些人还有藏啊，是你藏。他原本也藏在衣柜，是你翻出来啊？没有，他知道我会带衣服去，他那个衣柜是没有藏的，我是拉开就看到了。那代表他很直肠子的人，很没有想。对，他觉得这应该是没什么，就过去了。好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我等他回来，我再就是跟他讨论这件事，不要不告而别嘛，不然我很想收东西就走了。然后只是那张照片，你就要不告而别？对啊，我超吃醋的，我觉得我没办法爱下去。哇，这么严重！你等他回来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后来就等他回家以后，我就给他看这张照片，他就是紧张到快要下跪了，他就说，
我可以跟你解释，就是我真的很久没有整理这个抽屉了，所以才是空空的。了解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，我要回家了。他说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就好。然后我就说好，结果他就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把超大的剪刀跟打火机，就现场剪碎那个照片，然后烧。哇，烧在地板上烧？对，就是那不会失火吗？没有，马上就是他烧了以后，赶快把它踩熄，然后好蠢啊！光脚踩熄吗？有拖鞋，没有拖鞋，有拖鞋真的。然后我跟我姐妹讲，她们说立马销毁。果然你们会在一起，是自以为在拍韩剧还是什么？对呀，这很丢脸呢，这个剧情。我以前有就是创伤过啦，对啊，所以就你以前有被伤害过了。初恋就劈我腿，然后是被我发现是劈同社团的女生，已经劈3年了，都一直跟他们约。什么社团？是辩论社。辩论社，难怪你赢不了他。我赢不了，而且他长得也很普通，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附中的啦，那时候我很迷5月天，所以我就有点晕船这样，然后后来就被我发现，突然某一天跟我分手，然后我就超震惊，我想说我做错什么嘛，他也没解释，然后完全没解释，后来我就哭了半年，突然有3个女生同时密我说，我们觉得你太可怜了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其实这3年他不断跟我们约，你都不知道。直接写约吗？写约。你说被约的那3个女生告诉你？对，我就觉得那我不是白哭半年吗？对啊，所以就从此以后对感情有洁癖，所以就变得很神经兮兮的。对，前期会这样。哎呦 ，Peggy， 你明明就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啊。但是我不接受，就是心里的那种。我觉得很恶心，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当一个女生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有释出好意，你应该要很智慧的看得出来，然后你要避开。可是如果他释出那个好意，你还看不出来，还配合他，我就会觉得你好恶心。就是男生好恶心，男生好恶心。就比如说有一次，我那时候好像第1胎吧，宝宝才大概5个月，还要背在身上哦。然后我们就一群人约去海边，所以我们就是约去海边要走那个岩石啊，就有点小危险。然后我就背着宝宝走，他就跟一个模特儿在前面，就其中里面有一群是一个170快180的女生，身材超好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完，就觉得自己有点小自卑，就是身材还没恢复。然后他们就2个走在前面，我就看着他们2个，然后那女生就是一路大概走了1个半小时的那个整个 track， 然后他就一直聊天，然后那女生整个眼睛就是发亮，然后就讲话就是放电，放到不行哎。然后我想说我们10几个人，然后我背着你跟我的小孩走在后面有点跟不上吗？对，然后你像个保姆，因为我脚又比他短，然后我又背着个小孩比较重，然后要爬上爬下的，然后这很可恶哎。然后所有人都会问我说，要不要帮忙？然后想又不能啊，因为小孩是我的。然后你老公完全没有回头看你一眼吗？没有，他就是一直跟他聊天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也太夸张。然后到后来我们到一个定点休息，那女生还在那边拉筋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等拉筋怎么了吗？为什么拉筋你那么愤怒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短裤、热裤拉筋，你整个从侧面看得一清二楚。它里面有穿内裤啊。但是你知道拉筋，你开劈腿，因为它是芭蕾舞的，它会劈腿，它整个在地板上劈。对，而且它劈腿的这个中心点就面对我的前夫，然后我就想说。这到底哪招啊？太故意。哇！然后可是10几个人，我又不能好直接哦，这里的。也很猛哎。我又不能发。然后你在会抱这个孩子。然后你老公什么剧情啊？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啊。你老公是直接可以看他的内裤，他们就是从头到尾继续聊天，然后我说我回家，他以劈腿的姿势，你说拉着筋聊天，拉着筋，他就是边拉筋就假装嘛，就刚刚走一段，然后就一直露内裤，一直露内裤，就露着，他就假装他不知道他露着海边，这个女生就第一个头你也会遮一下，然后你裤子短也会奶也是露出来的吗？我忘记他上衣穿什么但是我记得热裤记得太清楚了，然后。我就想说，我坐在侧边，我就看得一清二楚，然后他还可以继续正常对话，然后还有点笑，就是我前夫还有点，就是有点微笑的样子，回答他的话，我就整个超火，想说你到底多愚蠢啊！笑着迎接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一切会让我。那如果是你们2位，应该你们会说，你有点曝光，还是说你们就直接去跟他聊天？我会
正对着跟 Peggy 聊天，然后他拉他的，然后用余光看能不能偷看。还是要正视你的人，因为人家都已经那么辛苦，他时不时放送，你偷看到那就赚到。对。但你应该不会蠢到整段路都跟那个女生聊天吧？那真的太蠢，那有一点太。如果是你呢？你会跟他就是这样跟他聊天吗？我不可能，如果另一半，我不可能让我另一半自己走后面的啦，太尴尬了。你会叫他走在中间吗？我时不时就会说要帮忙吗？我可以跟他走在前面，但我还是要叫，我要让就跟我走的那个人知道我的另一半在后面。那如果到了定点之后，你就说，哎，宝宝我来抱好了，你就抱着宝宝，然后那个女生就开始在你面前大劈腿，然后露内裤，那你会就假装顾婴儿，然后顺便就是对啊。你已经帮我讲完了，心很开哎，你应该是像你这种人吧？我会把它放在地上，说哎不要乱跑。婴儿。没有啦，不是，然后嘞，后面呢？是啊，可是我就不是那种会现场发怒的人，我就因为你要怎么发怒，你也不能说你劈什么腿啊？对，然后我后来回家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可以避一下吗？你明知道他这样一直抓着你讲话就超怪的。他说又没什么，就讲话而已啊，你干嘛吃醋？那你有说你有没有看到他整个已经内裤都露出来？他就说，可是我也没有正看啊，我回应他的时候我就没有看啊，就我就说那你是不是看到了那刹那你才撇开？他说对。然后还是看到，就还是看到啦。那你从一开始就不要那么接近他就好了。就是我就有点搞不懂那个轻重，因为像他有时候以前我们刚交往的时候，他骑摩托车，他会说，哎，我今天要去载一个什么同事，然后他说你那个小包包借我背哦。我说干嘛？他说哦，我想说载他，怕他会碰到我就背后面。我就觉得哎，很有魅力，因为你知道怎么样。保持一个距离，身体贴太近。然后我也根本不会多问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就是管好你自己，然后你们自己交朋友都 OK。可是像那个我亲眼看的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，所以这样子你也无所谓吗？我会让他知道说你超过喽，所以我会让男生知道说不要再这样子喽。哦，对，就是警告他 OK 了，差不多就好了，这样子好。但是不会去警告那个女的，我不会。我会，我不会。你会？美丽，你会直接冲哦？会大方归大方，但是我爆炸我也是直接爆炸。所以如果他一劈腿的那一刹那，你就会过去踹他。我就会直接说你的露出来了。这不是直接？对。讲啥啊你？我会直接。他有穿内裤哎，我就会说难看，收起来。这么你很凶哎！我其实对我很大方，但是就也不可以超过底线，不能露。对，不能出包啦。对呀，露出包很过分。对，那有点不能随便出包。所以美丽，你的大方是哪一种？对，我的大方就是我可以让我老公跟前女友吃饭。哎，这个蛮厉害的。哦，这够大方哦。对，然后他也可以。为什么要跟前女友吃饭？前女友吃饭就他可能要嫁去日本啊，或嫁去哪里之类的，他们可能一起吃个饭这样子。你会去吗？不会，但是我们出国的时候，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会见面，会找他。你跟他前女友还可以成为好朋友？也不是好朋友，可是就是见到面可以聊个几句这样子，讲个话都没问题的。哇，很猛哎！所以你也不会检查手机，也没有说他几点一定要回去？不会，但通常我是不太会管他的，就是像我出去，他也不会管我。像我出去，我可能有时候跟我老公一起出去，我坐男生大腿啊，或是勾男生。你为什么会坐男生大腿？就朋友好笑好玩。是 gay 吗？不是，就是真的男生。然后男生朋友可能来家里找我们玩，然后他们一开门都会叫我老婆什么的，我回来了之类的。所以乱的人是你。难怪他不会管另一半，你没得管的，美丽。抱着我老公，你凭什么跟人家说你露？你还坐人家大腿耶？但我老公在场，而且我老公也认识。哦，可是也没有必要坐他大腿啊，坐一下开玩笑，好笑一下就起来。可是等下不，什么逻辑会突然坐上大腿？什么情况？就前面的2句话是什么？出去玩呢？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如何莫名其妙坐到别人的大腿上？然后老公合理的坐大腿。对，美丽我没有要质疑你，没有我想要学习，然后老公也不会生气哦。没有不生气，就是聊天啊，或聊聊就说，哎，白痴，我那么熟了，就坐下去了呀，就这样。所以要先有一个，先聊天再玩什么的。所以前面要先玩到很开心，就坐人家大腿啦。齐文姐呢？齐文，你是很洁癖的，对不对？非常洁癖哦，我洁癖到男生
如果他的异性朋友很多，我都不行。大概几个你可以接受？3个我可以。太少了吧？3个没有太少了吧？不是，你一个正常男人，你那么多异性朋友干什么？你应该要发展你的事业，你应该好好的在家。你讲到自己都想笑了。对啊，你太扯了。我没有想笑，我是想认真的。请问一下，你自己的异性朋友就超过3个了啊？可是我没有跟他们怎么样啊，他们也双标，对啊，一样啊。双标，你对了。没有，男女的构造是不同的。女生很难不爱，没有办法干嘛。但男生是你来勾引我，只要不要太丑，我是可以的。但是没有了，我会变了，讲的我的构造很简单一样，我差不多我都严选呢。你说的，你先访问一下现场的2位男性好不好？我已经访问了，他们不承认啊。但明明这不是，这没有，不是不承认。不是，如果他今天不要太丑，但他勾引你，我不相信你不要。没有，就是蛮喜欢这个女生，然后她也不是你的喜欢的类型，但是她有一点吸引你，然后你就想说，好了，就跟她发生一下。不会，我不会。我算是蛮就是想比较多的人。你屁啦，你少来，我不相信。然后你感觉医生什么一排屁，为什么给他一排屁？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想很多，又没有叫你负责？就当下大家开心，你为什么要想很多？没有，我会觉得我要对这个女生，她要有一定程度让我着迷，我才会。她就有一点，觉得好可爱，一点而已。酒又喝了，一点，因为我的眼光算是我丑归丑，但是我眼光蛮准的。你是没有丑，所以我单身蛮久，是因为我的标准很高，越来越高。所以你单身多久？很久了，3年多。但如果有诱惑，应该可以接受。对啊，感觉是有诱惑，因为他自己又很爱做节目效果，一天到晚跟人家告白。所以你也觉得他应该就是可以吗？我就会觉得说，可能没有那么的挑剔，应该蛮不挑剔。我同一边的，你在那边，你在抓的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是都 OK。我们现在从小在分析你这个人啊，对，所以讲实话但是他自己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啊。讲实话，你到底挑不挑了？我蛮挑的啦，说实在的啦。所以你3年来都没有发生性为哦？啊，前任呢？啊？跟前任分手还就是分手了，但他也单身，可是我们没有想要在一起的意思了，就是可是可以陪伴纯粹亲密关系。对，那我们也会吃饭啊，还是不是只纯那个啊？就是也会吃饭，还有吃东西了，还是对啊，还是朋友，有情感上的交流，还是有聊天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讲出来可能更难交得到女朋友吧？不是，你竟然跟前女友都是单身，应该都是单身啊？其实就是伪交往嘛。所以你3年来虽然一直是单身，但是都一直有人没有也没有到一直维持，就是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，但后来也有交男朋友，我们就没了。所以多久？真正的单身多久？大概2年。所以2年来就没有其他人碰你了。对。你也没有碰其他人？没有。你说我碰？可是他有偷笑啊！你偷笑了，你每次都是没有。你心虚了，你有偷笑。你不要表现出你们干嘛一直讨论我？明明一个节目7个人。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个好人呐。发疯了，一种发疯了。我刚说生气了，对，我没有。他有点不爽。你看我们都可以尽量的那个嘲笑派对课，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个点子吧？不是，因为我这个人是因为我个人我比较不喜欢谈感情的事情，所以你人生中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前女友啊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定义没有那个前女友有男朋友之后那2年就是空的。对，空的。刚刚还没讲完，那有没有曾经因为什么事情，就是你直接决定我要秒分手了？有啊，比如说我以前年轻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他们去参加 bachelor party， 就是那种单身派对。然后他们国外回来，你也不能不让他去，但他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是那种大陆啊、澳门这种地方去办。那我去之前我就跟他说，但是你电话一定要让我找得到人。对。他说 OK。后来他去的那一天，大概从12点开始找他，3点才回我。凌晨。对。我已经跟他讲，我说我打去就算再怎么吵，那我都放心，因为你在喝酒嘛，就是大家现场很多人嘛。可是你消失那3小时，我已经在出国前跟你说，不能让我找不到人。电话一定要弄成震动，或者是不管是不是震动，你就是要接我电话或回我简讯。比如说我现在问你
回到饭店了吗？那你就要告诉我回了。可是奇怪，就到12点多，然后到3点才回我，就觉得你这3个小时一定是去休息。你说休息？去睡，回房间睡觉吗？对，一定是。去困啊？对，懵掉。是呢？去开闸不？对。哦，你说带女人睡？他一定是带女生去休息了，所以你知道吗？酒喝一喝，一定是就是干嘛了嘛。酒喝一喝，就是一群男人，你能做什么？说实在，你们那个年代真的很复古哎。对啊，我就是开闸，所以受不了，对，就是开闸。然后那我说。你为什么要消失3个小时？你现在我11点多快12点找你，现在快3点才回我。他说我喝醉了，我听不到，这什么借口？这什么借口？你不要跟我说你喝醉了听不到。可是喝醉真的会，确实有可能没有反应啊。喝醉真的不会管手机。你在国外，而且你是去单身派对。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你是要去看你爸的病 ，OK， 但你今天是要去单身派对。然后你们是去酒店，如果是看爸爸的病，然后消失3小时，可以，你不会生气。对，那也可以去台杂报啊。但我的目的性不会往那个，我画面不会在那里。看完爸爸就带女生去休息啊，有可能，但是因为我会觉得目的性跟我灌输在画面，所以那是你自己很主观呢。对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男生，那我问你，你们就是喝完酒去酒店，然后一群男人单身派对玩，你们喝完酒带那些女生要干嘛？不就是那个吗？不然你干嘛消失？成功人士希望有人帮他倒酒，对，需要这些人啊。那你倒完之后，你为什么要消失3个小时？你讲的好文雅哦，你懂？我成功人士我是个好人啊，我的意思说，有些好文雅，好文雅。而且你不能说是男生，比如说一群臭男生聚在一起，有一些男生的确是需要，可能他是单身的啊，不是像你的另外一半，他是没有。他是有另外一半的，可有些人是单身的，他就希望有女生陪他，衬托这个气氛。OK 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3个小时？啊，因为很嗨啊，但可能玩到不行啊，你嗨成这样，我已经交代你了，你就是要接我电话。线上的人，所有人，你们是不是都曾经有过喝到开心到不接电话？我没有，没有的。喝酒。美丽你不喝酒？我也不喝酒，我也不太喝。我不喝酒，可是我可以接受男友去酒店应酬，或者是去一些场合，他然后消失3小时，我都 OK。消失你可以吗？这个我可以，但是前期要就是有那个信任感，我就都 OK。你的标准都好怪。对，你看到照片会俩拱会放火，然后他可以去酒店消失3小，我抓不透哎。我觉得女生最喜欢酒店的人，女生很莫名其妙，这有毛病，不知道怎么做哎。但是想有前女友那个看法，我都觉得还好。你觉得还好？消失3小时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正常都会有他自己的朋友，他需要 hang out，需要去应酬。有时候他们会比较说另外一半找不找。对，然后因为不严，曾经就有人问我说，哎，那你男友就是出去 hang out 去 party 什么的，那你会不会担心哦？我说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就是正常，如果男生跟你讲说 ，baby， 我整局都是男生，这一句话你才要担心。对，这才要抓好不好？这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所以我那个局是整局都是男生一起去大陆跟澳门。所以那个我的怀疑是合理的。你都已经放心让他出去了，你就放过你自己。而且你应该知道，男生怎么可能就是单身派对还一群男生单身派对，但是是要找女生的，就像女生来倒酒啊，不对啊，然后倒完看顺眼了就多少钱就走啦。你们那个年代到底是怎样？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是这样，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喝醉，然后就各自回家啦。现在比较单纯了吧？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复杂的很。即使他发誓没有，你都是觉得他有。我是，除非他跟我下跪发誓，但是我没有到爱他爱到要他这样做。因为你当下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啊，你就直接跟他分手了。对，回来我就跟他说我很讨，因为我那时候也年轻啊，也没有爱他爱到非他不可，所以我觉得你已经触犯我底线。可是如果我真的很爱这个人，我就会真的不会那么快放他走，我就会在你真的会叫他下跪。对，我有过啊。你有过？给我去庙里面行天宫跪下来，我有过。那个人做了什么事？就行天宫下跪，他也是消失啊。他去哪里然后消失？他去夜店，然后我也是跟他说，你不要，等一下，先生，我是讲真的，消失真的很可怕。小姐啊，因为我有过创伤，所以你不能消失。然后他就是去夜店玩，去 18那个年代也是 18，OK， 我的年代，18也是我的年代，好，就是我们同一个年代。然后他就去 18，我就说，那你去 18你也是不能消失啊。他就说好，可是我们那时候拍8点档就
2、3点收工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不接了，就不接了。早上7、8点才传简讯说我在家，我睡着了，我完全受不了，就直接救他去行天宫。我说如果你真的，因为我爱他啦，我就说那你敢不敢去行天宫跪下来发誓，跟神明发誓？对，说你昨天真的就是睡着。他说敢。我说那你敢不敢发重誓？如果你真的骗我，你会被车撞死之类的。他有发吗？而且那个年代还有香，所以他是举香的，就是举在头上这样的吗？对，就跪在那里。哇塞！我常跪下来发誓，我昨天几月几号几点没接电话，不是因为我有干嘛，我是因为我真的睡着了。如果我有欺骗出去，我愿意，就这样。但是我那时候选择行天宫，是因为行天宫很灵，那个年代有香的时候。OK， 我觉得我们俩不能再聊下去，因为越聊越觉得你有病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！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已经不是感情洁不洁癖的问题，我觉得你几乎就是有控制狂。不是，我真的没有控制狂。如果他让我很安全感的话，我基本上他消失我也不会管。就是你先给我安全感，你提供足够的安全感给我。可是对方会不会觉得他们有一点点控制狂的倾向？有一点太多了。大方派的。对啊，就是有点太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如他那个单身 party， 如果你这么 care， 你就不要让他去了。我不能不让他去，不让他去丢脸，人家会说去了就是。那你都已经答应了，那你就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吧。就是我focus 在那边。我答应你去，但是你不能消失，这是我们的 make the deal。你觉得阴森比较严重还是他？目前看起来是行天宫这位，行天宫的。我觉得像这种女生已经不是感情上面的洁癖，就是严重的，她想要控制、掌控任何事情。还有不安全感太强，不安全感控制的超级恐怖。因为我之前也是有，就是真的就是一群姐妹，大概4、5个女生，全部都是女生去吃饭，就其中有一个女生，她进餐厅的时候，你就看她耳机就是挂着。那时候还有那个可以接线的时候，她就一条耳机就挂着。然后我想说，可能在听音乐吧。我们整个在吃饭过程1、2个小时，他全部都挂着。我想说也太没礼貌了，大家在聊天，就女生聚在一起，不是聊些八卦什么的吗？对。我说你干嘛？我就说你干嘛？然后他说我在视讯。他从头到尾他都视讯。把你们的聚会拍给她男友看吗？就她男友也挂着耳机，反正她男朋友全程他都听到了我们在聊什么。不行监听哦，很奇怪。重点是我们不知道，她应该不知道我聊了什么，是不是被她男朋友听到了？对。然后她就说，对我就是在视讯，然后我就说挂掉，因为我也不能讲，讲她就说。所以他从头到尾我们吃饭聊的所有的别人的好话坏话，他全部听到。男生控制他，男生控制女生，因为男生要求他，我那女生朋友要这样，所以他就说不行，那你出去的时候你也要给我挂耳机，互相控制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天啊，这真的压力太大，这种交往很累。这不叫深爱吗？深爱才会这样。你觉得很浪漫吗？对。我觉得就是他很压迫哎。相爱不是应该互相信任吗？如果搞得像是在就是抓一个东西的话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恐怖。可是请问姐 ，Are you okay? I'm okay, I'm fine。我是觉得。就是你爱他，所以你担心他，不是说只想要看他吗？可是他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，然后擅自把别人的谈话放给他男友听。那当然不行。但是如果说好，那你现在放给我看，你现在有谁？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爱你，所以我信任你，我要视讯给你看，我现在周围有谁，这种我 OK 啦。这种我会觉得爱我 OK。我真的有病吗？好可怕！会吓真太可怕了啦。我觉得。就是感情的洁癖跟控制狂其实是一线之间。对，你们会不会是控制到连家人也要控制，甚至连家里的大小事啊，搞不好连宠物都控制，说不定。宠物是一定要控制的吧？是吧？所以他出去也要打视讯给你吗？不用，但是我会有宠物监视器。对对对，所以如果你养的是。我养的是一只法斗，因为其实法斗它们比较难照顾，它们皮肤有问题，关节也有问题，很容易发臭。对，很容易发臭，然后很容易掉毛。然后而且我家的狗，它们在吃东西，它们是不会咀嚼的，它们是狂吞。我之前买那个洁牙骨，因为它们嘴巴现在都超臭的。就是我买那个洁牙骨给它们，洁牙骨它们不是慢慢啃哦，大狗也会慢慢啃吧。
它是直接这样咔咔两只吞进去，然后受不了自己的反吐出来，然后又再吃进去，然后我就吓到，我就再也不给他们吃节牙骨，因为再软，他们就是大概2下就把它吞进去，就不会咀嚼。所以他们是狼吞虎咽的。对，我控制到我蹲在他旁边说，要咬，然后我们家那一只美眉比较聪明，她才会扛个2下给我看，然后再吞进去。所以我其实，在吃东西上面，我就开始很注重零食或者是一些保健品的大小。如果它可以直接吞进去的，我就 OK。但是我会挑那种就是大小刚刚好的。有一种我可以推荐一个东西，就是它是宠物的保健冻干。宠物的保健呐？对，然后它的大小刚好是它咬进去是会有咀嚼声音的。所以我听到之后就你在咀嚼，对。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个呢，好可爱哦！你的狗吗？对，我的狗。对，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叫郑哀友。啊？郑哀友。他姓郑。对，他会听哎。对。哎呦。对。然后他会一些才艺，你们要看吗？好。还有才艺？你确定他会表演吗？可以。他还有还有坐下，还有坐下，握手，还有坐下，美美坐下，有个主人没耐心。就是这样子啦。所以那个行为药没有用，解放了。那个行为药没有用，你还是不要。好像九奇幻女神的那一只哦。好漂亮！来吃东西，来坐下，吃东西。真实的霸道。赶快，坐下，吃东西会。这里，妹妹快点，飞起来！握手，换手，给你快吃这个，趴下，还没有了，趴下。他太想吃那个了啦，这一定太好吃了，受不了了。来了，你要变啊，没有变。不然你手上拿那个，它会被你吸引。好了，你看，它在嚼，它会咬他本来已经要冲去那，然后一听到那个声音，他马上立刻飞奔回来。现在爱上它了，爱吃哎！坐下，上来，坐下。哇，它就是很好控制。是啊，对，它很这么好吃吗？这个很好吃，你看，里面有咬，而且它咬好多下哎。对，它会咬好多下，所以我这个大小就很刚刚好。它会咬，然后咬的时候它又有一个香气，所以我觉得它适口性很好。然后它自从吃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它的肠胃就没有以前那么胀，然后活动力也会变好，适口性好，营养成分又高。有时候我会加在饲料给它吃。美美过来吃东西。那它嘴巴里会不会变得比较不臭？我觉得有然后它这个宠物保健冻干里面有胶原蛋白、MSM， 还有鲨鱼软骨，它是帮助皮肤跟它的关节的。哇，对，所以差很多。然后里面有101种蔬果酵素，还有10种的益生菌，所以也会帮助它的肠道。美美来，这跟人的差不多营养的吧？对，他们的东西越吃越好。对，真的，现在可以拿一些送我婆婆啊。可以啊，上来。它是有不同口味哦，它包装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因为它对牛肉过敏，那因为我另外一只狗是对鸡肉过敏，所以它有牛肉，然后有鸡肉，然后还有这个鱼，所以家里的那只老的，它就只能吃。因为我婆婆不吃牛肉，什么？我婆婆不吃牛。你可不可以给他上一场的产品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偏偏在这一场呢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如果放在桌上，丢在桌上，我女儿一定会打开直接吃。这真的很好吃。还是你带一包回家，直到他看到播出。对，牛肉里面是比较充满铁质的，然后有氨基酸，然后体力比较弱的狗狗，刚好我家的那只老犬是对鸡过敏，不是对牛过敏，所以呢，它都吃牛肉这一个。前阵子瘫痪，我就带它去检查身体，它里面所有的机能都非常好，指数都非常优秀，所以我就觉得吃这个对它来说很有用，因为它的肠道消化也很好。因为基本上瘫痪的狗狗应该是下半身，有时候你还要帮它挤尿啊、挤大便才能够大出来，但是它的肠道真的是非常健康。然后它体力也会变得很好。
鸡肉呢，它这个是低脂高蛋白的，对，就很适合它。你看它的鸡肉，哎，张爱友来吃鸡肉，快点。对，它很扎实。对哦，而且毛色很漂亮。那鲑鱼呢？鲑鱼呢？鲑鱼里面呢是 omega-3，可以让皮肤更健康，然后变亮，然后对它的毛发是非常有帮助。虽然它其实毛很亮，蛮白的，白白亮亮的。市面上是高热量低营养，但这个是相反，它是低热量高营养。对啦。很棒哦。没错，所以它里面也有配好的，所以它身材还蛮好的。对啊，它营养成分配的非常刚刚好。你看它那个腰身很漂亮。哎呀，是，这样子。又营养健康。对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宠物保健冻干，非常推荐大家，可以在正餐也可以加一点在里面给他们吃。很棒的分享，谢谢。哎，好像你那个界限也不能绑太死，会让其他异性都觉得说，哦，好像很难相处。对。但是如果太松，又好像搞不好就像放风筝一样就去了。但我是觉得逼人家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是蛮变态的。对啦。还有现在行天宫没办法上香，只能空手拜拜。对，我觉得这还是比较 crazy，其他的人我都还是可以多少理解一下。没错。所以张立东你是好人吧？好人。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？有帽跟水拿进来。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得罪你吧？没有，很开心。少来，深度专访我哎。你眼睛又在发怒了。我没有。你是不是在生气啊？我没有，我很喜欢这个。对不起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